这是采用双锥体弹体的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是采用沉波体弹体的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不管是双锥体还是沉波体，亦或是其他什么体啊，它们的高超音速性能都必须要经过实际验证才能应用。怎么验证呢？风洞还必须得是超高速风洞才行。大家好，我是火箭叔。2021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将军约翰·海顿表示，中国在过去5年当中进行了数百次的高超音速试验，而美国仅进行了9次。不管这个数据是否精确，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啊，中国的风洞技术一定是相当厉害的。实际上啊，翻开这本《大国重器》第188页，就能够看到他们到底有多厉害了。拿2022年建成的 GF-22超高速风洞来举例，利用正向暴风驱动技术，它能够将气流加速至每秒10公里的水平，创造出相当于30倍声速的飞行条件。而 NASA 位于兰利研究中心的风洞运行马赫数最高是10，仅为 GF-22的1/3。除了速度上有优势啊 ，GF-22在体积上也远超其他风洞，其试验段直径高达4米，不仅可以开展全尺度模型的试验，甚至你把一枚完整的洲际弹道导弹放进去也没有问题啊。而 NASA 的风洞直径只有多少呢？0.8米。有没有一种降维打击的感觉？为什么中国风洞技术独领风骚？关键还是在于科技树。点对了，早在1960年代，我国力学先驱郭永怀先生就为高超声速风洞指明了方向。他说，激波管能产生高温和高压气体，已产生的实验气流速度高达15千米每秒。这一方面的技术目前正在发展，前途是无限的。而60年之后，你再看 GF-22 3大核心技术之一，不正是利用了激波吗？而且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可能用的脉冲激波，所以咱们才能够在实验数量上实现碾压嘛。高速风洞那是妥妥的大国重器啊！在这本书当中呢，一共详细介绍了50个类似这样的大国重器，从帮助基础科学研究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到点开前沿科技的量子计算机主统制2号，从助力经济的大飞机 C919，再到保障健康的基因测序仪，保证能够让你看得热血沸腾，收获满满，推荐给你。用潜艇来当航空母舰，用巡航导弹来运送邮件，听起来不可思议吧？但其实呢，这都真实发生过，并且追溯起来连源头都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虽然哪怕在今天看起来啊，潜射弹道导弹都是一个挺高科技的玩意儿，但其实美国人在1950年代呢，就已经有了从潜艇上发射大型导弹的想法了。当然，与今天不同啊。这些带着翅膀的巡航导弹是不能够在潜艇没入水中的时候发射的，取而代之，它需要潜艇首先浮出水面，再升起一个倾斜的坡道后才能发射。为了验证这样的想法，美国海军先是建造了2艘被称为灰背级的柴电混合动力潜艇，让它搭载4枚巨大的天狮星2型超音速战略巡航导弹从海面上发射。成功了，看起来这就是未来的模样啊。于是受此鼓舞呢，海军又进一步建造了一艘大比目鱼级潜艇，它可以再加1枚，一共携带5枚这样的大型导弹，并且为了防御敌舰，它还装着6根533毫米的鱼雷发射管，一通加法下来啊，使这艘100米长的潜艇成为了一个5000吨级的海下巨兽。并且由于使用了 S3W 核反应堆，这个巨兽呢还不受航程的限制，想游到哪儿就游到哪儿，从而使原本只有1600公里射程的天狮星2型导弹也因此开了挂，实现了无限的射程。这样的好处被2家单位同时看中，都觉得这中间蕴藏着无限的机会啊。咱们先来说第一个。海军2战当中呢，航空母舰用真真实实的战绩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嘛。5艘损失，再搭上另外7艘护航航母，让海军心疼不已啊。所以要是能够有一种能够在把飞机放出去之后还可以下沉的航母该多好啊。而大比目鱼呢，它部署的有着机翼的巡航导弹，从尺寸和重量上看起来呢，都跟能够载人的战斗机相差无几嘛。能不能把它变成一艘理想中的能够下潜的航空母舰呢？于是美国海军以大比目鱼为基础，就设计出了一个代号为 AN-1 的潜艇航母出来。它将携带着8架战斗机存放在舰体内的2个吊架内，在发射的时候呢，跟前面的灰背机一样啊 ，AN-1 呢也将浮出水面，把战斗机转移到倾斜向上的支架上，使它能够以接近垂直的角度来起飞。当然，
光靠飞机自己的发动机呢，显然是不够的啊。所以一旦飞机固定好，就需要为它装上单独的助推器了。飞机使用助推器来发射升空，在获得了足够的速度和高度后呢，再利用自身的发动机来保持飞行。根据海军的计划 ，AN-1潜艇航母呢，可以在短短的6分钟内发射4架战斗机，在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发射全部的8架战斗机。虽然今天的尼米兹级超级航母在全速前进的情况下，每20秒就能够发射1架战机，但8分钟8架战机的发射速度，在当时呢，仍然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啊！尤其是对于一艘发射后可以再次下潜的航母而言。最初，海军希望在这个新型航母上使用常规战斗机，并且短暂的考虑过使用格鲁曼 F-11F 虎式战斗机。但1950年代的航空业的发展异常迅速，以至于虎式很快就被认为太慢而无法同对手竞争，所以海军就转而委托波音公司，让他们设计出一架不仅能够实现从潜艇上垂直起飞，还能够最高飞到3马赫的飞机来。波音说垂直起飞真没啥问题，一台推力23000磅的主发动机，外加2台可回收的抛弃式助推发动机就可以搞定了。但是回收这事儿呢，还得仔细合计合计。你看潜艇航母它没有正常航母那个用来供战斗机降落的足够甲板空间吗？咱是不是也得学埃隆·马斯克一样，在海上平台上垂直降落呢？可是即便那是在半个世纪以后，也要在炸了无数次之后呢，才是能够完成的事情。在1950年代，对再有经验的飞行员而言，降落时转头看着身后在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喷气式发动机的油门，这显然魔幻的有点夸张了。稍不注意，就连飞机带潜艇一起搞成了，得慎重才行啊。于是就这样纠结到了军事格局再次发生变化了。新型弹道导弹出现了，干嘛还冒着危险偷偷摸摸的把飞机送到敌人的鼻子下方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发展正儿八经的航母吧。AN-1呢也就不再有下文了。那咱们再接着说说第2家看中海面巡航导弹的单位了美国邮政。1959年的6月8日一枚天狮星1型巡航导弹从停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美国巴贝罗号潜艇上发射，它的目标是大约160公里外的一座海军辅助航空站。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是要反了吗？当然不是这枚巡航导弹的弹头里面呢，装的不是炸药，而是3000封一模一样的信件。它们是由邮政总局局长亚瑟·萨默菲尔德署名后寄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国会成员以及其他一些政府要员的人类的第一封导弹邮件。在萨默菲尔德将这些邮件装入红蓝2个金属桶里面，并亲自把它们放到导弹的机身中后呢，他仅仅只用了22分钟的时间，就准确地降落在了目的地的跑道上。手握这些及时送达的导弹邮件邮政局长激动万分，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他说这是和平利用导弹的最佳方式了，谁家的邮政局步子都没有我们迈的这么大在人类还没有登上月球之前呢，我们家的快递导弹就能够在几小时之内把信件从纽约送到加利福尼亚，送到英国，送到印度，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吧，他显然自信过了头如今人类登月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但导弹邮件也就只象征性的飞了那么1次而已，并且呢，仅有的被邮政局长看起来是开创邮递新未来的1次呢，还只不过是美军在冷战时期利用微妙的方式向外界传递出的一个信号而已。你们看，我的导弹飞行精度如此之高，连邮局送信都可以用它，那么送什么不可以呢？不知道萨默菲尔德事后反应过来是何感想呢？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F-15是我最喜欢的一架战斗机，不只是因为它是变形金刚记忆里面的红蜘蛛，还因为它实在太强了。比如断掉一边的翅膀依然能够飞得回来，比如能够用炸弹来完成一枚本该由空导弹干的活，还比如至今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104胜0负的空战记录等等。所以显然山姆大叔呢更喜欢它。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面，美国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试探它的极限，不断的为它开发出新的用途。而其中最夸张的是发生在2006年波音想出来的点子了，让它背上一枚火箭，是真正的多级火箭成为一个空中火箭发射平台，把小型卫星等有效载荷随时随地的快速送入轨道，代号全球公基鹰。
所以波音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他们为什么要选 F-15？而最后为什么这个想法只停留在了纸面上呢？今天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其实从空中平台发射运载火箭并不稀奇。早先的美国私人航天公司轨道科学在1990年就成功的把第一枚飞马座运载火箭从 B-52的机翼下方送到了300多公里高的近地轨道上。如今也有维珍轨道在使用747继续像这样空射火箭。所以既然维珍轨道都能受到启发，波音的工程师自然也能受到启发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平台很特殊啊。你看前两者使用的都是如洛克希德3星和波音747这样的宽体客机来改造，而后者却选择了小得多的 F-15。为什么呢？很简单啊，因为这个疯狂的计划就是为已经现成拥有大量 F-15及其配套设施的美国空军量身定制的。美国毫无疑问拥有全世界最好也最先进的卫星，它们非常昂贵，非常复杂，也非常的庞大，所以发射它们上天自然也成了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这通常意味着从设计人员的工作台到火箭发射的发射台，再到轨道上进入实质性的工作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好在美国人步子迈得早很多如今天天被商业、国防和情报部门用的高级卫星早就已经在天上飞了，所以也不该有什么担心，对吧？可是天机冲突现在已经不再只是科幻小说里面的情节了。随着针对卫星的动能武器的发展，以及可以干扰、捕捉甚至是摧毁对方卫星的杀手卫星的出现，美国人开始担心起来，他们那些在史前时代发射上天的卫星，在面临真正冲突的时候，到底还能有几颗留得下来？比如前空军部长希瑟威尔逊就在2018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里面建造了太多精美的玻璃房子。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有人握着石头出现了，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就是建立起一个能够快速部署更小、更便宜的卫星的系统呗。波音翻了翻自己的宣传画册，内心泛起了波澜。他觉得这次财富密码终于交到了对的人的手里面。咱们家的 F-15强大到垂直都能够飞得起来，就是个长得像是飞机的火箭第一级嘛。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接这个任务呢？而且跟以往要费尽心思说服山姆大叔掏钱出来的采购新飞机不同，这一回咱只是在你已经大量铺下去的设备上面做升级就可以了。如此省钱省心，你不得认真考虑一下吗？所以2006年波音团队就带着他们那不一般的 PPT， 自信满满的参加了位于洛杉矶的第4届即时响应型太空会议。所以波音到底是怎么打算用 F-15送火箭的呢？下面咱们就来揭秘首先，发射还是次要第一个要克服的障碍是怎么把火箭给挂上去。尽管 F-15的机身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和充足的有效载荷的能力但是想要把一枚14米长、14吨重的火箭给安装到飞机的下方也是绝无可能的。翅膀首先就被排除了因为根据之前的研究，翼下的挂架是无法承载任何单重大于100公斤的物体的。而机腹下方尽管之前经过改装，的确也挂下了那个看似不可能的4米长、450公斤重的 AM-54凤凰导弹，但是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火箭要是出现在同一位置，那就不是起落架在拖着 F-15跑了，这个角色得换到他的身上，所以怎么可能呢？只能把它背在背上嘛。于是两个垂直尾翼之间的宽度就定义出了这枚火箭的最大直径，而由此带来的巨大质量则交给了机身内的4块隔板来顶住。波音的工程师们检查了一下说没问题，他们强壮得很好吧，重量和直径看起来都 OK， 但是长度却给 F-15制造了麻烦。火箭的整流罩不仅会压住驾驶舱的顶盖，使其难以打开，还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弹射装置它用不起来了。你要知道，驾驶这架经过魔改的飞机本身就是一件够疯狂的事了。如果它还是一架无法逃生的飞机，那就连疯狂的飞行员都会避而远之了。波音自然是知道这点的，所以干脆直接去掉驾驶舱里面的座椅，让它自动驾驶得了。当然，在没有飞行员的情况下操作飞机，对于美国空军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们本身就操作着各种各样的无人飞行平台。就波音而言他们不是已经拥有把退
退役的 F-16改成无人驾驶的 QF-16的经验了吗？所以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的。剩下的就是怎么把火箭给发射出去了啊。咱们来看看火箭本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拥有3级发动机。不过同样为了省钱省事，它直接就把美国为洲际弹道导弹备下的库存给用了起来。第1、2两级呢，用的都是来自民兵2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第3级则配备的是为各种小型火箭提供动力的猎户座38发动机。为了改善其在 F-15顶上飞行时的空气动力学呢，第1级的喷口后面会被罩上一个尾椎。这样，在经过流体力学模拟之后呢，波音的工程师们惊喜地发现，除了那个高出垂尾一点点的火箭尾翼会使升力下降一点点以外呢，其余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影响。而那损失的一点点升力呢，只用改变1度的迎角就能够弥补了。我严重怀疑啊 ，F-15是不是生来就是为了拖东西的？在放出火箭之前啊，波音要求的步骤是：F-15先是在8400米的高度，以1.7马赫的速度做向上40.4度的爬升，等到了15000米，在1.35马赫的速度下呢，再实施机件分离。大约4秒，在 F-15已经俯冲并离开了一定的安全距离后呢，火箭的第1级才会点火，进入自己的工作序列，直到把载荷送入轨道。听上去确实是一个挺靠谱的概念啊，但为什么偏偏就只是画在了 PPT 里面呢？大概呢有以下这么2个原因啊。一是美国对新颖的火箭发射系统的需求呢，其实并没有那么迫切，这一点波音算错了。二是啊，相比起小驴拉大车，美国人显然更喜欢用大炮打苍蝇，把小火箭挂在轰炸机的大翅膀下面，不是来得更威风吗？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空战中，你可以用机炮来扫射对方，也可以用导弹来拦截对方。再不济嘛，端着小手枪朝对方开上几枪呢，说不定也能有点效果的嘛。最不该做的事情呢，大概就是直接朝对方给撞过去了。即便是神风特工队呢，也是撞船不撞机的嘛。但是啊，在2战末期，美国人就偏偏设计了一架专为撞击战术而生的飞机 XP-719飞行的公羊。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怎么工作的？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啊。战争啊，的确是技术进步的加速器。比方说，在2战开始之初呢，很多英国皇家空军部队使用的仍然是古老的双翼机。但是到了战争结束啊，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喷气式战斗机就已经在空中呼啸着飞过，为欧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的影响了。这样的情形呢，用瞬息万变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啊。所以空战装备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就变成了什么花样似乎都是可以的。这是飞行公羊出现的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呢，是空战理念的变化。举一个例子啊，经常被认为是赢了不列颠空战关键的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即便飞行员够大胆，敢在一次射击中吐出全部的弹药，它能够给予的也仅仅只是挡风玻璃上一个简单的浮动标线和大约15秒钟的火力输出而已。所谓的空中格斗呢，其实更像是怼进了之后枪口抵着枪口的互相射击而已，跟今天使用超视距导弹的交战呢相去甚远啊。既然这样，干嘛不换个战术？反正都已经飞这么近了，咱还不如来得更疯狂一点。比如直接用机翼切开敌人的肚子，如何呢？这便是 XP-719了。它由约翰·诺斯洛普，也就是后来造出了 B2 的那家诺斯洛普公司的创建者亲自设计的，因此毫无疑问，它也是架飞翼机。不过呢，跟它的隐形继任者比起来 ，XP-719显然要小很多啊。机身中只够1名飞行员横着趴在里面操作，这显然太怪异了。但其实并不是一种对小机身的妥协啊，而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因为诺斯洛普和他的团队相信，在这种状态下，飞行员能够承受住更大的过载。毕竟这架飞机诞生出来只是为了机动嘛。你从它的名字就能够听出点味道来了。公羊通常都是暴躁的，暴躁起来通常都是要去把你顶飞的，所以飞行的公羊呢，交战的方式也一定很公羊啊。它不依赖重炮和弹药，而是用自己那对加厚的焊接镁合金硬壳机翼，直接朝敌人轰炸机群的肚子下方撞过去，来一个开膛破肚，至少也能够挂掉别人的机翼吧。真的是相当简单粗暴啊！所以机翼够硬是一方面，动力充足就是另一方面了。你看它那对粗大的进气口呢，就是为2台西屋J30涡喷发动机提供充足空气的，同时还能帮飞行员挡掉点伤害值嘛。虽然那个玻璃卧舱呢也是特殊加固的。
纸面数据看起来啊，真的很厉害。据说最快能够飞到850公里的时速和最高12公里的高度，有点无敌的意思啊。不过实践才能出真知嘛。XP-79呢，其实只飞了一次，结果却不是那么的乐观。在试飞员哈利·克罗斯比爬进这个不同寻常的座舱，把飞机上升到大约3000米时，他开始要尝试第一次的倾斜飞行了。但就在那么一瞬间呢，飞机马上就进入到了不受控制的旋转当中，克罗斯比和 XP-79双双坠地，机毁人亡。项目进展至此啊，可谓踏进了至暗深渊。他还能够再走出来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由于这个时候呢，希特勒已经死亡，而1个月前原子弹轰炸日本也取得了成功，战争看起来已经到了头，因此人们对于一种能够穿透敌方轰炸机的喷气式截击机的需求呢，就并不急迫了，加之它还又怪又疯嘛，于是再也没有一架 XP-79会起飞了。看，这是顶在星舰下面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屁股，密密麻麻的插着29台猛禽发动机。历史上唯一能够跟它平起平坐的是苏联打算拿来载人登月的 N1，不过后者发射4次呢就失败了4次，从此变成了传说。所以半个世纪以后，超级重型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步其后尘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首先第一点，既然时间已经走过了那么远，所以不管是制造技术还是材料技术呢，都已经比当时进步了太多。很多原本需要使用大量细碎零件才能够组成的复杂结构呢，如今直接就变成一个整体搞定了。对装配工艺的要求呢，大大降低，使得工业机器人也可以加入进来嘛，既提高了效率，也避免了人手在其中的失误。另一方面呢，材料进步也使得今天火箭发动机里面的零件更轻也更强，即使是面临压力时呢，也能够挺上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啊，它自己不容易炸，炸了也不容易连累到别人嘛。其实第二枚 N1呢就是这么炸的，而且还炸出了人类历史上除核爆以外的最大当量，直接就把整个发射台给陪葬了。起因是第8号引擎的液氧泵发生了爆炸，由此产生的冲击波和碎片呢，直接将周围几台发动机的燃料管线全部破坏掉，导致集体宕机。启动后不久呢，便落回到发射台上，把2300吨燃料与氧化剂倾泻而出，酿成了惨剧。如果单个发动机自身更加安全可靠了，是不是这样的灾难就能够避免了呢？那这当然是加分项啊，不过却不是超级重型自信满满的关键。所以咱们再来看看第二点，更加先进的控制系统。其实说更加先进呢，有点不够准确啊，因为 N1 虽然有一个称之为 KORD， 在俄文里面是引擎运行控制的首字母的飞控电脑，但是前3枚上呢，这个电脑是模拟的，到了第4枚才升级成了数字。以今天的角度看呢，它能不能被算成是真正的电脑，其实还是值得商榷的。而且4次失败里面呢，有3次都该算到它头上。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呢，他把一台发动机的燃料泄漏起火误判成了火箭失控，于是，在起飞68秒后呢，关闭了所有的发动机，并锁死了1、2级的分离机构，导致丧失了推力的2750吨重的火箭呢，狠狠砸在了52公里开外。第二次我们说过了啊，可以勉强脱开他的责任。第3次发射的时候呢，火箭刚一升空就遭遇到了意外的涡流影响，从而开始不受控制的滚转起来，完全就超出了 KORD 的补偿范围，在短短的48秒内呢，就自己把自己给撕裂了。到了第4次发射啊，本该在第1级点火完毕后分离的第2级，却并没有按照预期那样出牌，而是非要等到6台中央发动机关闭后产生过大的机械应力，把输送燃料与液氧的管线挤破，着火后跟着第1级一块炸成了花。你说就这样一个飞控电脑，我们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嘛？反观超级重型啊，它不光是有飞控电脑，就连每台发动机里面呢，都是有独立电脑的，还不止一台。拿用在猎鹰9号上面的梅林 1D 发动机举例，它里面有3台电脑控制，而且每台电脑呢都含有2个独立的处理器，因而可以被视为是平行的进行6次运算。一旦一个处理器故障导致计算错误呢，另外2台便可以立即识别出来，并重启错误电脑。随后错误的处理器和该台电脑剩下的另外一台处理器呢，同步获取正确的数据，重新开始运算了，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整体故障的概率嘛。同时啊，火箭上还有另外专门负责计算飞行轨迹和火箭整体各项数据的飞控电脑，也不止一台，里面呢也不止1枚 CPU，整个系统的冗余设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猎鹰9号和梅林1D 是这样，相信超级重型和猛禽呢会是只强不弱的。用数百台电脑带29台发动机，自然不会犯用1台电脑带30台发动机时的低级错误了。但其实它还不是超级重型更加靠谱的关键，那就继续看第3点，这个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嘛，它就是完全彻底的测试。由于一出生就是为了要能够重复使用的，所以每一台猛禽发动机呢都是可以点了又灭，灭了又点，于是这样便造就了它的一个特殊优势，可以不断的进行测试，出厂前测试，装上火箭后呢再测试，最后还要来一个除了不飞其他都跟真正发射没有两样的静态点火测试，全部通过以后才能迎来真正的巅峰时刻。而 N1 上面用的 NK15 发动机呢，它唯一的一次测试就是在发射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当它一旦运行，就是在燃烧自己了。这种过程无法逆转，自然就测试不起来了。连测试都跳过了，你还指望它能够有多高的可靠性呢？4次爆炸里面只有1次完全怨它，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好了，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静态点火测试，那就再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SpaceX 该怎么来完成超级重型上那29台猛禽一起点着的测试吧。虽然此前在3号样机上已经成功实现了3台猛禽的静态点火测试，但把它们再翻上9倍实现完全静态点火又是彻底不一样的。当29台猛禽一起喷火时呢，其产生的推力比猎鹰9号的7倍还要多，真正的史上最强。这样的烈焰在喷向地面的时候，无疑对火箭本身与发射平台呢，那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以往发射平台呢都会靠专门的燃气导流槽来降低压力，但是 Elon Musk 偏偏不这么干，他为超级重型搭建的发射架就是一个离地面只有20米、四周镂空的架子而已。因此，一旦发动机点火呢，巨大的热量与能量将会直接传递到下面的混凝土结构上。要是一般的混凝土呢，那就完蛋了。不仅自己完蛋，还会在完蛋的时候呢，把碎块炸到发动机上，带着火箭一块完蛋。SpaceX吃过这个亏，所以现在用来送超级重型和星舰上天的发射台呢，用的是一种覆盖了超级耐腐蚀涂层的混凝土，并且还配备了一个大型的喷水系统，可以直接将水喷射到发动机的下方。你以为它是用来降温的吗？并不是那只是它的附带效果。它真正的作用呢，是来杀噪音的。因为巨大的噪音其实是一种能量，破坏力极大的能量。为了让这股能量不至于击垮发射台和火箭呢，就得为它找到替代品。看起来水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为了将29台猛禽的巨大推力比较温柔地传递到火箭的圆筒壁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们的点火顺序给错开，好让功率逐渐增加，这样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火箭壁呢，也有个准备的时间嘛。其实在猎鹰9号和重型猎鹰上呢 ，SpaceX 就已经这么干了。前者是两成对点燃，等上150毫秒后呢，再点燃另外一对，整体用时半秒钟。后者重型猎鹰上发动机也不少类似的点火顺序会总共用时2秒钟，使火箭的发动机达到最大功率。显然超级重型呢也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的。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或者是一对引擎在启动时发生故障，都是可以迅速关闭，不至于影响到整体运行的。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冗余设计嘛。至于 N1， 你搞那么多引擎又没有单独对一个的控制权，于是增加的只是复杂度，而不是冗余。好吧，但是其实说到最后呢，还是要看实际表现的。希望 SpaceX 快点让我们看到29台猛禽同时成功喷火的那一刻。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